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魏氏臣婢性非温顺，包藏祸心，赐鸩酒，训先帝，以权臣节，亲子。本宫是先帝亲封的贵妃，更有从龙之功，这必是假诏。怎么会呢，姐姐？这是本宫向陛下求的恩典，追随先帝，附于九泉之下。什么？该殉葬的人明明是你！魏臣婢，你死到临头，却还蠢笨如你，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这是什么声音？这是凌迟鼓。姐姐，你还不知道你外祖父今天被凌迟了多少刀吧？好像是370多刀呢。他咽气之前还在求我放过你呀。魏臣婢，你还敢放肆！陛下，还要谋害您的皇嗣呀！果然最毒妇人心，还要多亏爱妃献策，让这蠢妇替朕担下了弑兄之罪。爱妃，谢云禅，你居然将先帝的妃子纳上你的龙床，还让她怀了你的孽种。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辅佐新帝光耀门楣的功臣魏臣婢，而你就是那个追随先帝殉葬的妃子魏兰英。你们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姐姐，你还不知道外祖父今天被凌迟了多少刀吧？好像是370多刀呢。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辅佐新帝光耀门楣的功臣魏臣婢，而你就是那个追随先帝殉葬的妃子魏兰英。眼熟吗？这个可是用你母亲的面皮做的。等我的皇子降生，这个就是他的生辰礼。姐姐，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姐姐，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就算你怕我进宫后得宠，会影响你在家中的地位，当年要顶替你也不能下此毒手啊！难道我重生了？不过，怎么和上一世不一样？我知道你也重生。说实话，除了三皇子，背后之人还有谁？死也不会告诉你。放心，我会让你好好活着，顶着这张脸日日看着我是如何把你的主子们的骨头一根根拆下来祭天。我的脸，
你们以秀女的身份进了宫，就要遵守宫里的规矩。上一世，我赌上满门性命辅佐三皇子，换来的却是满门抄斩。这一回，倒不如换个路子。放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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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淮阳公主，放开我！谢韶华，放开我！她乃是宫女所侍，出生时承凤女，却因身份低贱，早早被送去与北狄和亲。后来北狄人想要侵犯大夏边境，是他拼死传回密信，10万百姓才得以逃生。这条命能换边境百姓平安，值了。元和六年，白鹿江市，谢韶华因受宫中下人欺辱，被推进池塘，而后半夜高烧不退，只有耳屎。你敢偷御膳房的东西？你们已经半个月没有往我宫中送吃食了。偷了就是偷了，还敢狡辩？不愧是贱婢生的野种，今天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给我跪！给我住手！你！你没事吧？没事。你是谁？懂不懂宫中的规矩？规矩？我今日就教教你，什么叫规矩。按照大夏律例，辱骂皇嗣者割舌，以下犯上者杖毙，谋害公主者诛9族。你倒是说说，该以哪一条处置你？公主殿下，您说这些奴才该怎么处置？本王不知，这秀女都能随意惩罚宫中的人了。殿下，救命！他要打死奴才！还要多亏爱妃献策，才能让这蠢妇替朕担下弑兄之罪。臣女见过三皇子殿下，我只是在教他们些规矩。主子面前，岂容奴才放肆？哦，那依你看，这个贱婢生的玩意儿，也算主子？殿下慎言，韶华公主的玉蝶尚在宗人府，封号也是陛下亲赐，难道您是在质疑圣意吗？大胆！竟敢顶撞三皇子！闭嘴！你是秀女，本王想，父皇的龙榻上应该不需要你这种牙尖嘴利之人。调她去淮阳公主身边，做最低等的洒扫宫女，给这野种当条好狗。殿下放心，奴婢一定会好好做的。公主殿下，擦擦吧。你是谁？帮我有什么目的？臣女是户部尚书之女，魏晨璧。三皇子是除了太子之外，父皇最看重的人。你哪来的胆子，敢触他的眉头？那公主可知，为何陛下那么看重三皇子，却又不给他实权？三皇子乃萧贵妃所生，萧家手握兵权，
若是陛下再给三皇子实权，他们怕是要反了。你有这等见识，不应该留在我宫中。我去求他，让他恢复你秀女身份。别！这是与你无关。你为何不反抗？反抗？哼！这出是12岁那年为护下我母亲的祭品，不小心推倒了谢云禅，小贵妃就用烧红的炭块亲手烙下了这印。就连你，不也是被他随意处置吗？你告诉我，反抗有什么用？叫陈岩过来见本王。是。韶华，我来了。你怎么回来了？想你了，就来看看。他们又欺负你了，我真恨不得替你受这些苦。陈岩，你带我走吧。现在还不是时候，宫中局势复杂，我还有些事要做。你等我攒够银子，我一定带你离开这儿。啊，韶华，你知道我为了见你冒了多大风险吗？不见你的这些日子，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你别这样。你如果真的爱我，就不会拒绝我的。何况我们迟早是夫妻，早些晚些又有什么区别？难道你觉得我只是宫中侍卫？你觉得我配不上你？陈岩，你所谓的爱，就是让我在深渊里等你，然后用身子来证明我的真心。装什么清高？一个贱婢生的野种罢了。除了我，还有谁会要你？你滚开！真当自己是金枝玉叶了？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这玩意儿还挺沉。别碰我！谢韶华，看着我，你不需要用他们的错惩罚自己。从今天起，每当你觉得自己撑不下去，就遥想他。我答应你，只要你遥想他，无论多远，我都会赶过来。哭吧，哭完我们重新开始。哎，怎么回事？看这个，看这个，怎么回事？笑什么笑啊？你不是不害臊？这光着腚躺在地上的是哪家的公子啊？我是淫贼。
我不是淫贼，不要脸，原来是个淫贼啊！你们是谁？哎呀，真是啊！这背上写着欺辱女子，真是阿杂玩意儿！就是你看一看，我说了就不要脸，滚开！他太不要脸了，砸死他！不要脸，砸死他！我是护卫，公主的护卫，不要砸了！伤风败俗。韶华，亲手对付欺辱过自己的人，感觉如何？这姐妹们，砸他！砸死他！可惜了，早知道呀，我应该写阉人候选。叫你欺负人！走吧。砸死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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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他！小女魏兰英以后定当全力辅佐殿下。殿下，本王身边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收留。 3日后使臣来访，届时臣女定会让殿下看到我的能力。希望你不会让本王失望。是。魏晨璧，这一世我一定比你先得到谢云战的心。魏兰英果然去找谢云战结盟了。北狄使臣觐见。皇帝陛下，外臣奉我王之命，特来进贡国中珍宝，愿两国永结同好。使臣有心了。陛下且慢，此中最珍贵的一物，需解一道谜题方可开启。大夏人才济济，想必难不倒贵国英杰。陛下，臣女愿一试。父皇，此乃儿臣幕僚，虽为女子，却精通机关之术。朕竟不知三郎府中竟藏着一位女主。好，那就试一试。哎呀，解开了，打开了！哎呀，真是厉害！陛下，臣女解开了。厉害厉害！姑娘聪慧，但这才刚开始。此玄体盒设置9层机关，姑娘破解的只是最简单的一道。不可能，前世明明只有一道锁。啊，有9层机关，这居然只是最简单的一层。何人才能破这么简单？解不开，那你就退下，别在殿前丢人现眼。可惜啊，锁心已毁，这珍宝怕是永远也取不出来了。锁心已毁。哎呀，是啊，太难了，这可
这可怎么办？珍宝就取不出来了。都说大夏人才济济，哼，如今看来也不过如此嘛。连一个9重机关盒都无法解开，还说什么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哎呀！他这不是刁难我们吗？使臣之言，未免也。父皇，儿臣知道如何解。这谁呀？以前怎么没见过呀？就是宫女生的那位。韶华，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场合？还由不得你胡闹。皇妹莫逞一时之勇，若解不开，丢的可是大夏的颜面。哼，公主这勇气可嘉，但这9重玄机，纵是我敌国最精通术数的学士，也得用3年5年的时间才能解开。你确定要试试？少华，退下，休要胡闹。若儿臣解不开，儿臣甘愿领罚，绝不食言。好，朕就准你一试。这位公主当真能解开吗？如何能解开呀？哼哼。啊！这你！哎呀，怎么把盒子给摔了？怎么能摔了呢？这是我的至宝！你竟敢！陛下，谢韶华殿前失仪，当杖责30，以儆效尤。父皇，请听儿臣一言。使臣只说要解开此锁，并未规定用何种办法。且儿臣确实打开了，不是吗？强词夺理，你这分明是狡辩！来使大人，请问您所谓的珍宝藏在何处？这盒中又为何空无一物？怎么会是空的？这怎么会这样？这怎么是个空盒子呀？就是要看大夏出丑，这里根本没有所谓的珍宝。难道献上这空盒是来辱我大夏？这是羞辱我大夏！欺人太甚，怎么能如此呢？好你个北狄使臣，献上空盒，辱我大夏！陛下息怒，微臣万万不敢呐！大夏国威赫赫，我北狄也敢有不敬之心呐！不敢？北狄这些年劫掠大夏边境，3州12镇，屠戮边民无数。现在你献上空盒，羞辱于朕，大夏的利剑真的不利了吗？陛下明鉴，这些都是边境流匪所为。北狄愿意交回边境武士之权，朕献1万匹良马。裴瑞，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来使大人是觉得我父皇的怒火，这点就可以平息？是，外臣再送3万匹。韶华，你是如何笃定这盒中并无珍宝的？父皇，北狄王庭3代劫掠我边关，他们岂会突然献宝？而且，这盒子上的狼毒花图腾，在他们习俗里是猎物入瓮的意思。北狄若真愿献出珍宝，那才是该连夜点烽火的警讯。
朕竟不知韶华能有如此眼界。父皇明鉴，儿臣愚钝，能有此番见解，全靠宫中女师教导。哦，那朕倒要看看是何等奇女子，能教出如此见识。此人何在？臣女魏晨璧拜见陛下。你就是那女师？这边关之事乃是机密，你区区闺阁女子，你是如何得知的？回陛下，臣女外祖一族以骨血守雁门，臣女幼时常伴祖父灯下，北狄之祸，将士之血，早已烙入骨髓。臣女虽为女子，却早已将护我大夏山河视为己命。好一个将大夏山河视为己命！朕的江山正需你这般赤子之心。赐淮阳公主南海明珠石斛，蜀锦白匹，张其中即日起搬入寿康宫。至于魏氏，封3品昭文女官，掌翰林院典籍。谢陛下隆恩。平身。谢陛下。本宫倒是小瞧你，不过这样的手段，我不信，就凭你能想得到。不然我背后还有其他人吗？韶华今日这头钗真是剔透，只当心野雀栖凤巢，风大了怕摔碎骨头呢。贵妃娘娘教训的是，只不过凤凰该有的，不正是那浴火重生的本事？这深宫中的火焚起来，可是向来不留灰烬的。你都不知道，我刚才说话的时候后背全是冷汗，我都怕我再说一句，声音都会发颤。可我看你连指尖都没有抖，谢韶华，你比你自己想象的强得多。我以为你叫我报复人的办法是以暴制暴，上兵伐谋。如今你得到了皇上的赏赐，那些人再想欺负你都得憋着。至于那些曾经欺辱过你的人，现下他们随你处置。他们听了萧贵妃的授意罢。不过，为何萧贵妃独独对你如此刻薄？母妃何必动怒？卑贱之物，不值得您气坏了身子。要不是那个贱婢的娘亲，借着在本宫身边伺候的机会爬上龙床，这野种也配用这种眼神看本宫。萧贵妃恨我，是因为当时我娘是她的贴身侍女。那年皇帝醉酒去她宫中，她偏巧去拜见皇后。不要！明明是皇帝醉酒强占了我娘，所有人都说是我娘蓄意勾引。不是的，脏的是用强的人，是泼脏水的人。不过你要记住，史书从来都是赢家写的。你要继续当发抖的落难者，还是执笔改写史书的人？师父，
要为我娘证明，让那些人，让他们跪着把真相舔干净。跪下！本宫养你这么多年，竟让个野人踩着本宫的脸面，得了陛下的垂怜。是儿臣无能。娘娘，臣女有一计，愿为娘娘分忧。你，哼，连个破盒子都打不开，能有什么妙计？上一世，华阳公主被送去和亲，最终在边界惨死。娘娘，既然宫里容不下这个脏东西，何不送她去北狄和亲？和亲？北狄王帐的规矩，新王继位，要继承先王的所有女人。若老可汗死后，他的儿子们一定会好好照顾我们的公主。你这话倒提醒了本宫。哎呀，本宫都没注意，怎么让吾儿跪到瓷片上了？疼不疼啊？儿臣不疼。娘一直知道你最是乖巧懂事。娘想到一个计策，既能让你为你父皇分忧，也能帮娘解了心头之辱。母妃让儿臣做什么？本宫需要你去见见那位使臣。使臣？公主，不好了！那外臣先与陛下3座城池，求娶大夏公主。是魏兰英在背后搞鬼，和亲的时间提前了。如今宫中就只剩你和萧贵妃所生的御侧2位公主，萧贵妃断不可能让她去和亲。此举为谁而来，显而易见。北狄以3座重城为聘，父皇不可能不要。我怕是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别慌，你有办法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陛下为何蹙眉？可是那北狄使臣又生事端。北狄以3座城池为聘，想要求娶大夏的公主。这几城，臣妾听说向来是富庶之地，只是不知陛下想让哪位公主和亲。唉，韶华能为陛下分忧，是那孩子的福分。只是他才刚在百官面前立了功，若立刻送去和亲，那些酸儒又要说陛下鸟尽弓藏呢。唉，朕烦的就是这个。臣妾倒是有个主意。哦，若公主自己求嫁，既可堵住朝臣的悠悠之口，又能得到经济重惩。可是韶华她能同意吗？陛下若信得过臣妾，不如将出嫁一应事宜交给臣妾。臣妾保证，韶华公主自愿和亲。臣妾再斗胆为韶华公主的生母求个追封。当年之事，你不生朕的气啊！这后宫中的女人皆是陛下的女人，臣妾何来生气一说呀？这后宫之中啊，只有你最懂朕。这和亲的事宜，
朕将由你去办。陛下，陛下，卫氏女臣婢宫门外求见。朕没空见闲杂人等，让他出去。奴才说了，可他说是见不到陛下，就跪死在丹池上。一个贱婢之女也配惊动圣驾，还不拖下去？就按贵妃说的办。臣女为臣婢有关两国和亲要事禀报。你说有和亲要事禀报？臣女听闻北狄欲求娶公主，不知陛下是否主意韶华公主？若陛下执意要韶华公主和亲，臣女愿以性命见阻。放肆！和亲大事岂容你智慧？还不拖下去？臣女冒死谏言，全因事关国体。朕准你说完，你最后真有惊天之语。上月，臣女和公主同驸马求会，暴雨忽至，更衣时惊见公主身上全是炭烙的旧伤。炭烙的旧伤？北狄王帐验身时，若发现公主身上深可见骨的鞭伤、溃烂未愈的烙痕，他们会相信这是大夏爱中的公主，怕是送了个奴婢过去。这分明是在羞辱他们。届时，不仅盟约要作废，那些蛮夷罪重颜面，他们必会挥师南下，用大夏百姓的血洗刷他们的耻辱。怕不是韶华公主为躲避和亲，故意自伤。回禀陛下，公主身上的伤，可请太医院的女官查验，是否是陈年旧伤，又如何现下自伤？韶华身上怎么会有炭烙的旧伤呢？此事就要问问贵妃娘娘了。你不要血口喷人！后宫之事，全凭娘娘做主。若不是娘娘授意，那下人就是再大胆，又怎敢伤公主？陛下，后宫事务繁杂，这些小事本宫怎会得知？还请陛下明鉴。好了，当务之急是要如何解决和亲事宜。这北狄三城不能不去，这和亲之事势在必行。既然韶华不宜嫁过去，那就只剩下预策了。陛下，预策才12岁啊，北狄苦寒，他如何受得住呀？陛下，你刚才不是说要替朕分忧吗？现下如何不能了？你好像并不开心。魏晨斌，你说这世间为何总要用女子的血肉来填权力的沟壑？你别忘了，你也是从刀剑里爬出来的。我恨小史将我踩进泥里，可若今日要笑着看另一个女子坠入火坑，那我与萧贵妃有什么不同？王权斗争必然会有牺牲。我知道，你就当我今日的这番话是一时感慨。要不是你出的馊主意，我的预测怎么会被送去和亲？预测，我的预测，请娘娘息怒。息怒？你让本宫怎么息怒？本宫恨不得扒了你的皮！贵妃娘娘，这一切都是那个魏晨璧搞的鬼。对了，娘娘，你可知那魏晨璧的生母是谁？
他能是谁？回娘娘，那魏晨璧的生母正是沈昭慈。沈昭慈，小茹，你疯了！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你真的是疯了，昭慈，昭慈，你千万要帮我保守秘密。如果皇上知道了这事，不仅我们母子，就连我们萧家也必死无疑啊！你我情同姐妹，你一定会帮我保守秘密的，对不对？沈昭慈，10年前你就和我作对，现下你的女儿又来害我的预测，哼！好，本宫会让她不得好死。我的预测不能一个人，就让你成为他的侍役，跟他过去吧。母亲，你从小教我草药之术，不知如今我这么做，对还是不对？殿下，北狄取消了和亲。为何？说是魏姑娘给陛下写了一封可治边关疫情的方子，北狄便取消了和亲。她现在在哪里啊？魏姑娘这几日一直在研究药方，没注意身子，病倒了。公主，公主殿下，你怎么在沐浴啊？姑娘，奴婢没来得及阻止公主殿下。没事，你下去吧。是。我不在沐浴，还能在做什么？我听闻你写药方重名不起，特意来看你。既然是特意来看我的，又为何站在外面？我染了风寒，又讨厌喝那苦涩汤药，就只能来沐浴了。看来你没什么事，那我就先走了。站住！你来这儿就没什么别的想和我说？那好吧。我问你，你不是说王朝纷争必然会有牺牲，那又为什么要写那药方？为什么呢？想知道啊？嗯，那过来帮我沐发。哦。你现在可以回答我了吧？我之所以会写那药方，当然是为了
为了你呀。魏晨璧，你耍我！你等等。殿下问话，这里也是一样的。有心人如春风含笑，笔尖明月来相照。无需多言，我已知晓。情丝如墨，时光迢迢。现在可以回答我了吧？我不是回答过了吗？为了你呀。魏晨璧。好啦，不闹你了。我之所以选的药方，是因为你说的话。你说我们不应该让另一个女子跌入火坑，作为我们的垫脚石。我们被艰苦熬水这么多年，不是为了把自己炼成新的毒药。师父，请你帮我，我要让这身上的伤痕成为碑文，从此上面刻的是女子，炼女子。魏兰英，这就是你说的能帮本王登上皇位之法，我竟然相信你真有几分本事。殿下恕罪。滚吧，王府不养闲人。既然你不顶用，本王决定娶魏晨璧为妃。不行啊，殿下，你不能娶魏晨璧啊！本王的决定你也敢智慧？殿下，那魏晨璧现在与淮安公主蛇鼠一窝，您就算娶她，她也不会真心待您的呀。真心？本王要她的真心做什么？等她生了本王的孩子，到时候不想帮也得报。不行，我不能生。殿下，您当真以为陛下会准您娶她？你想说什么？魏晨璧如今是三品女官，若您强娶，心思昭然若揭。陛下最痛恨朝中结党营私之人，您猜他会不会疑心您娶的不是女人，而是皇位？你以为我不娶魏晨璧就会娶你吗？你也不看看自己这张脸，配吗？殿下，我不是要您娶我，相反，我可以帮你得到魏晨璧。就凭你？殿下别忘了，我是她妹妹，她有什么弱点，我最清楚。魏兰英，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再办不成，本王就把你扔进军营里，让那些士兵好好疼你。怎么，妹妹谋杀不成，改成下毒了？三皇子要娶你，他来让你当说客，他让我来劝你，若是你不肯，就让你喝下这杯毒酒。你知道我的医术师从我娘，这些下作手段根本瞒不过我的眼睛。你来不只是为了说这些废话的吧？我来是和你做交易的。妹妹可知交易和威胁的区别？现在才算是交易。哼，我就是想试一试，
万一成功了呢？魏兰英，我的耐心有限。哼，魏晨璧，我要你去见三皇子一面。你难道不想知道你娘是因何而死吗？你可真是让本王好等啊！婚约一事，不知你是何考虑？三皇子殿下是真心想娶我，那自然是真心。出去。是。我可不喜欢酒量比我还差的男人。来。殿下到底是真心想娶我，还是想让我帮你出谋划策，笼络圣心，助你登上那至高之位？本王会给你无上荣宠，他日待本王成为皇上，你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母。这听起来倒是很有诱惑力啊。不过三皇子既然能说服北狄进献3城，又怎会需要我一个女子的帮助呢？你怎么知道是本王？若是北狄想要和亲，早就提了，为何要等到离开时才说？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大夏中有人和他做了交易。太子不在宫中，能有这么大权力的人，就只有三皇子你了。可惜，你只猜对了一半。本王在其中也是一个棋子，这一切都是母妃的谋划。萧贵妃，看来我母亲和外祖父的死和萧贵妃脱不了关系。母妃大权在握，本王却沦为傀儡。然而，他竟没想过再助本王更进一步。如果你与我联手，那何愁大事不成呢？殿下，想娶我，总要有些诚意吧？什么诚意？殿下可知沈昭慈？沈昭慈？本王好像在哪听过这个名字。谢云帐和我母亲并不相熟，上一世为何执意要杀我母家？我听母妃提起过。她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不重要。本王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了，那你……你敢打我？殿下，有些人把你看得比眼珠子还重，可我瞧不上你一星半点。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本王可是皇子。那又如何？不过是投了个好胎而已。至于谁笑到最后，我看还未可知。这杯酒，我是无福消受。夜深了，我告辞了。魏晨璧，
你当这是哪儿？打了本王还能安然出去？来人！谢云战，你卑鄙！本王本来想温柔点，但现在这都是你自找的。放开我！放开我！这就是你和魏兰英真正的交易。我帮他成为谢云战的人，他帮我断了谢云战的念想，这样不好吗？魏晨璧嘴上说着不要，但身体还挺诚实。魏晨璧，等我成了皇后，我今日所承受的一切都会加倍从你身上讨回来。魏晨璧，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我更有用的人，能帮到你，你会嫁给他吗？你觉得呢？我知道你是心中有抱负，你等等我，总有一天我能帮得到你。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嫁给个有钱有势的人，的确是条捷径。可我这个人怪得很，我最讨厌别人施舍给我的东西，我想要的自然会去争。况且你怎知你现在帮不了我？怎么是你？我昨夜闻到店内有异香，便昏了过去。莫非是魏晨璧调的醉仙饮？好你个魏晨璧，竟敢算计本王！可这样的人，只要活着，就会不断攀附新的靠山。今日他能算计你，明日说不定就躺到太子的榻上去了。那就杀了他。魏兰英醒来以后，定会将所有责任都推卸到你身上，你就不怕他煽动谢云战报复？我早晚是要与他交手的，这早一日晚一日有何分别？倒是你，书定要好好读。读是肯定要读的，可为何偏是医书呢？这宫里明枪易躲，暗毒难防。什么事惹殿下生这么大的气啊？还不是拜你那个好姐姐所赐。魏晨璧如今越发得意，连带着谢韶华那个野种也入了父皇的眼。他们俩每得一份圣宠，本王的路便窄了一寸。殿下息怒，不过是萤火之辉，怎堪与皓月争光？我们的机会就快要到了。机会？太子那个碍眼的就要回京了。
本王要是再不能在父皇面前得脸，那这盘棋可就彻底抽了。妾身此来，的确有好消息禀报殿下。滚开！别碰本王！收起你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你以为本王会同情你？你妾已有孕月语。殿下，小姐此番小产，不足月余，伤及根本，恐难再有此了。知道了，退下吧。是。本王刚才正在气头上，是你不知进退，非要凑近。本王不过失手推搡，是你命薄，保不住这个孩子。罢了，你且好生休养吧。殿下，此情此景，说到底，都是拜魏晨璧那个贱人所赐。你想如何？妾身的孩子不能白白化作一滩污血，我要他血债血偿。姐姐这是要去哪儿啊？让开！你挡路的本事倒是比你那害人的手法娴熟呢。急什么？妹妹近日新得了几面拨浪鼓，总觉得声音有些拙钝，这就想起了姐姐生母那面人皮鼓。据说要趁着人清醒的时候，将面皮生生剜下，那音色才清亮如莺啼呢。魏晨璧，你竟敢戕害皇嗣！殿下，你快救救我们的孩子，他要谋害皇嗣！来人，给我打入诏狱，剐刑伺候。是。原来是在这儿等着。魏兰英，你竟舍得用亲子骨血作曲？魏晨璧，你害死我腹中骨肉，罪该万死。今日就算将你千刀万剐，也难解我心头之恨。虎毒尚且不食子，你为了算计我，竟然连你自己的亲生骨肉都能舍弃。死到临头还在这嘴硬！午夜梦回，你就不怕孩子来找你索命吗？让开！魏晨璧，当日你弃本王而选了谢韶华，你可曾后悔过？你也配和他比？好，很好，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执意找死，本王成全你。
那个衣冠处理干净吗？妾身都处理好了，就连尸体都喂了狗了。那送他最后一程的事，就交给我。谢殿下成全。我早就跟你说过，别跟我斗，你偏不听。不过你放心，看在姐妹的份上，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住手！谁给你的胆子，敢动他？你敢打我？本宫乃圣上亲封的淮阳公主，你又是个什么东西？还打不了你了？我可是三皇子殿下的人，还未出府就天天跟在他身边，自甘下贱，还敢自称三皇子的人，你不过就是个卑贱宫里生的人，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本宫今天就来告诉你，何为尊卑。本宫为尊，无为卑。刚刚你就是用这只手打的他是吧？谢韶华，你大胆！殿下，没有用的东西，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滚开！谢韶华，本王才是你的兄长，你今日非要跟本王作对吗？自始至终都是你要置我们于死地。好，那今日你们谁也别想走出这扇门。淮阳公主擅闯天牢，勾结逆犯，为本王就地格杀。且慢！陛下口谕。三皇子谢云战、淮阳公主谢韶华即刻入宫面圣，不得有误。儿臣领旨。父皇，魏臣婢那毒妇妒恨成狂，亲手将兰英推倒在地。您还未出世的皇孙，化作了一滩血水。陛下，请您明察。那日臣婢姐姐突然就对臣女发难，臣女腹中的龙翼还不足3月，他这分明就是要断了您的子孙呀！父皇，臣婢绝不会行此龌龊之事，分明是有人以骨血为饵，以摄取世间。公主，你慎言呀！您终究有一天也是要做母亲的。试问一下，这天底下哪个母亲舍得用自己的孩儿去陷害别人呀？寻常母亲自然是不会，可你魏兰英本就是狮子的恶鬼。公主未经生育之苦，
怎知这剜心之痛啊！我是不懂，但更不懂的是，一个刚小产的妇人，哪来这扼杀国人的力气？说。陛下，臣女也是一时悲愤，所以才会失手啊。既如此，请父皇宣太医当场验脉。验。回禀陛下，魏姑娘脉象沉涩瘀滞，确系小产之兆。苍天有眼，妾身的孩儿终可瞑目了。父皇，请您诛杀魏氏，以尽吾儿亡魂。你还有何辩？儿臣就问一句，请问这腹中的胎儿落于何时？约1个月前。你可真准了！臣以性命担保，确已小产月余。父皇请看，3日前，魏兰英于御花园小产，难道这腹中的胎儿是轮回转世的鬼胎？好大的胆子！来人，将两人押入幽禁府中，无证不得出。是你去请来的陛下口谕？是。公主殿下，起来吧，您都跪1天了。什么都不知道，就敢冒死请旨。那日御花园的好戏，小翠都跑来告知我了。这不难想，魏兰英为何能那么精准的控制时间，在那时候让自己小产？除非她的孩子早就没了。还不算太笨，本来就很聪明。那李院判为何甘冒死之罪帮我们？我翻遍太医院都找不到疑案，直到我遇见了偷烧纸钱的李院判。他说自己的至交好友突然失踪，连尸首都找不到。巧的是，他的挚友正是给魏兰英诊脉的女医官。原来是往日的因结今日的果，但今日你也太冒险了。若圣上的口谕再晚到1刻，你也会死在那里。我知道，可我更加知道，我若不去，他们一定会要了你的命。所以我只能赌。还好，还好我赶上了。竟又被他们摆了一道。没想到那个贱婢生的野种，竟也玩起了心机了。殿下经此一遭，他们必会加倍防备。我们再想动手，
怕难了。无妨，本王手里还捏着最后一颗棋。这么长时间不来找我，我还以为殿下把人家忘了呢。那怎么会呢？我对你的心你是知道的，我恨不得天天挂在你身上。油嘴滑舌，说吧，又有什么事情想找我帮忙？你把父皇的印玺偷偷放到淮阳公主那女尸的房间，偷盗天子印玺，可是大逆不道之罪。这次我就不信他还能安然无恙。偷盗印玺，这可是抄家灭门之罪。就帮帮我嘛，您就好好疼疼我。既然他想送我一份礼，我怎么也得给他回一份才是。云瞻，今日你在吏部的差事办得利落，朕心甚慰。这一杯当赏你的勤勉。父皇说笑了，能为父皇分忧是儿臣之幸。陛下，这殿里酒气蒸腾，闷得妾头发昏，想去后院透透气。好，去吧。父皇，儿臣敬你一杯。好，来。父皇，这暑气酒气混在一处，儿臣失仪，得去醒醒神。去吧。皇上饶命！愣着干什么？还不带朕去更衣？哼！今日宴席压轴好戏就要开始了。殿下，轻点儿。讨厌。好你个逆子，还不滚下来！父皇饶命！父皇，您明鉴都是这个女人勾引在先，儿臣是无辜的。陛下，不是这样的，是三皇子闯入宫殿，非礼了臣妾。贱人，在父皇面前还敢攀咬！父皇，明明是他主动投怀送抱。父皇，你不能相信这个女人的话，儿臣可是您的亲儿子。许云长，我真是瞎了眼，相信你这么个东西，敢做不敢认的孬种！你都给朕闭嘴！陛下，你
别信他的鬼话。他当初花言巧语的让我哄骗陛下，让我事事顺着他的心意，心思可见一斑啊！这大儿子，还容不得他人之语！父皇，父皇，不要，不要，父皇！父皇，怎么了？叶怕朕杀了你吗？太让朕失望了！你这法冠是当日册封你的时候，朕亲手为你戴上的。父皇，你可不得废了儿臣啊！儿臣自幼便由您教导。放肆！你想说，你做的这一切都是朕教你的吗？儿臣不敢。三皇子德行有亏，令其幽禁自己府中，给朕好好思过。三皇子明明贿乱后宫，犯了死罪，为何父皇只是将其禁于宫中，没有任何惩罚？他是皇上一手教导长大，感情应该比一般皇子亲厚。区区一个妃子而已，后宫佳丽3000，皇上怎么会因区区妃子而不要儿子？更何况三皇子母妃萧贵妃娘家还执掌兵权，只可惜没有将他彻底贬为庶人。他心术不正，若起兵夺权，必然会引起朝野之乱。谢云栈已被幽禁，这时我外祖家应该会平安无事了。母妃，你快救救儿臣！逆子！本宫让你安安心心当王爷，不要出去惹事，你背不听。如今还干起了与妃子苟且之事，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不是的，儿臣是想除掉魏臣婢，为母妃报仇。给我报仇？你心里那点打算，我还不清楚吗？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拉拢魏臣婢，就是为了想让他帮你坐上皇位吗？母妃从来未想过让儿臣登上皇位。我跟你说了多少遍，要你好好辅佐太子，做好他的刀，难道你都忘了吗？是做刀，还是做狗？你说什么？从小您就让我事事以太子为先，不管我做什么，我都不如太子。无论我有多努力，都得不到您一个赞赏的眼神。只要稍不如您意，就会被您鞭打。母妃，我真的是您的儿子吗？你胡说什么？你当然是我亲儿子。父母之爱子，为之谋深远。可你呢？你为我考虑过一点吗？我看你简直是疯了！母妃，为什么？为什么？我记得母亲应该就放在这里。找到了。7月初7，丑时3刻，三皇子诞，通体无瑕。同日寅时，太子降世，颈后赤霞印大如铜钱。
壮树展翅朱雀，不知爱子，非之谋深远。可你呢？我真的是您的儿子吗？莫非萧贵妃狸猫换太子，母亲的死也和他有关？太医院说，近日看娘娘心神不宁，特送来安神药给娘娘养神。太医院有心了。下去吧。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娘娘，淮安公主求见。她来干什么？不见。听闻贵妃娘娘夜不能寐，特送来良方。这就是公主说的良方。这位巫祝乃圣手仙姑，医好过3州6郡的顽疾。本宫向来不信什么鬼神之说，少在这里装神弄鬼。二位请回吧。无量天尊，娘娘印堂聚煞，您身上怕是有枉死的冤魂在作祟呀！娘娘既然不信，那我们走吧。唉，等等，天地玄宗，万气本根。妖孽，现形！放肆！你，娘娘，我看到你身上有一个被剥了皮的女人。公主，请。道长，该如何化解？此乃天山雪蝉血，混着童子尿的驱邪至宝。娘娘，若想根治，须得连饮7日啊！若是不饮，娘娘7日内必有血光之灾。好，本宫喝。除了这个，没有别的了。还有一件事，娘娘将枉死之人的姓名写到这张符纸上烧掉，不然这血光之灾将会转移到您亲近之人身上。沈昭慈，好久不见。小主，你疯了！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那是皇后的孩子。我知道，
可萧家掌握兵权，引得皇上忌他，他绝对不会封我的孩子为太子。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所以你就把你的孩子和他的孩子调换，然后顺理成章的让他当上太子，继承皇位。对，这皇位谁坐不是坐？凭什么不能是我萧家？皇后的难产也是你。当时调换孩子的时候，他醒了过来，我没办法。你真的是疯了，昭慈，昭慈，你千万要帮我保守秘密。如果皇上知道这事，不仅我们母子，就连我们萧家都必死无疑啊！你我情同姐妹，你一定会帮我保守秘密的，对不对？对不起，这件事情不行。我给过你机会了。沈昭慈，你活着的时候阻止不了我，死了就更别想作祟。你是说萧贵妃调换了皇子，三皇子才是太子，而太子是三皇子？没错，而且我母亲的死也和萧贵妃有关。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做？这件事情牵扯了多方势力，就算你调查清楚了，父皇也未必会信。这一局，我要将所有人都拖下水。你来了。如今三皇子被幽禁，公主风头正盛，你也风光无限，找我来做什么？嘲讽我吗？妹妹怎么总是看不清楚自己的局势呢？你觉得你自己真能保护自己这条命吗？什么意思？你觉得陛下大限将至，也就这几天了，你觉得他的下场会是什么？作为帮凶的你，下场又会是如何？不能死，我不能死！你确定仙羽战会上钩吗？他一定会，毕竟他和魏兰英的性格一样，急功近利又贪生怕死，这是他唯一能翻盘的机会，他一定会赌。殿下，滚！你算什么东西啊？惹得殿下厌烦的弃妇罢了。我乃户部尚书千金，你不过就是一个低贱的宫女，你也敢打我？你如今不还死皮赖脸的回到殿下身边，我是出身卑贱，而你是为人下贱。都给本王滚！殿下，您真的要这样一直消沉下去吗？难道就要将这个皇位拱手相让了？如今事已至此，我又能如何？今早太医院传来消息，说是陛下身体每况愈下，怕是时日无多了。他连父子亲情都不管，
他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如今皇上子嗣单薄，六皇子还小，若是太子出事，陛下一去世，您觉得谁能继位？你是说，不行，太子身边高手众多，凭本王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杀他。光凭殿下肯定不行，但我听说北狄有一种奇毒。北狄？北狄，他们怎么可能会帮我？您忘了，上次您说动北狄求娶公主的时候，可是拿边境布防图做了交换。那个东西我已经给过他们了。可您手中不是还有京城布防图吗？不行，万一他们趁乱打过来，那本王不是成了亡国的罪人了？不行。但您继位，朝中军事大权都在您的手中，何惧他一个小小的敌国？这个是我做的沈家谋反、毒杀太子的证据。让我再想想，再想想。机会只有一次，您是要永远的颓废在这儿，还是成为全天下的王？殿下，您自己选。三弟，怎么突然想起与姑一同饮酒？今日时常想起儿时旧事，那时候顽劣不堪，恶作剧掉进池塘，还多亏皇兄及时发现，将臣弟救起。云战，你呀，也该收收性子了，别总让父皇操心。皇兄，这杯酒算赔罪，也算谢恩。若当年皇兄没保护我，或许我也不会活得像今天这么煎熬。你这酒倒是烈。罢了罢了，来，今日醉一茶。来，联合举围，东宫镇杀案发，太子七窍一洗，指尖还攥着半块北境省市特供的血生豆。帝闻讯大痛，当庭呕血，立命锦衣卫将沈氏满门下狱问罪。三皇子谢云战夺解除幽禁，代行监国之权。这就是你的计谋，逼得谢云战杀了太子。这三皇子府的厨房手艺不错，连北境的都仿得这般像。你竟然连你外祖家都算计！谢韶华，你以为复仇是什么？描金绣花，还是吟诗作对？要掀翻这吃人的世道，先得把自己练成最毒的刀。你太可怕了！我向来如此。恭喜殿下，魏臣婢身边再无任何倚仗。现在就差我们给他送上最后一份大礼了。母妃，
若皇兄在天有灵，也不愿见您如此伤怀。你如今可是高兴了？太子死了，你就有机会了。母妃怎能如此想儿臣？我与皇兄是手足，他死了，我如何不难过？娘娘，您真正该怪的是那魏晨璧的外祖沈家，若非他们，太子怎么可能？又是魏晨璧。可是陛下只罚没了沈家，魏晨璧作为外孙女，并未受到牵连。太子皇权故了，总该有几个贴心仁慈了。母妃慎言，先帝仁政，早废人血。废话！你父皇踩着多少的尸骨登基？你现在在这装什么仁德？娘娘，若是那魏晨璧自愿去殉葬，岂不是正合我们的意？朝辞，本宫给过你女儿机会了，这是她自找的。记住，人活一世，须如白玉无瑕，心不染尘埃。纵世间浊浪滔天，你也要做那盏不灭的灯。娘，您说心不染尘，终会照亮长夜，可他们却以善为刀，剥了您的皮，剜了您的血，我便以血为墨，以恨为日。哟，姐姐好雅兴啊，在这烧纸钱呢。给谁烧的纸呀？你那短命的娘啊！你来做什么？我是来传达圣旨的。魏氏陈璧感念太子之恩，自愿殉葬。自愿？接旨吧。我若不接呢？那我就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掰断。直到你接为止。好，我接。不过，我有一封关于三皇子的密信要交给你，你让他们出去。沈家不是还在你手里，我犯不着自寻死路。你们下去。是。说吧。魏兰英，你自己造的孽，迟早要还。魏晨璧，你给我下药！密信呢？密信，我已经给你了。你敢耍我？来人呐！你为什么要让魏兰英觉得你我吵架决裂？不让他觉得我众叛亲离，他又怎么会放心大胆的露出獠牙？那你怎能料定他会去找萧贵妃？如今谢云战监国理政，他想针对你是轻而易举。
陛下尚在，谢云战不敢明着动手，魏兰英必然会借萧贵妃这把刀。说起来，我还要感谢魏兰英，若不是她急着算计我，我又怎么会找到他们私通北狄的证据？那你外祖家呢？刺杀太子，事关重大，不可能不好好审，只能让他们吃些皮肉之苦了。你怎么了？我突然发现，所有的人都在你的算计之内。回神璧，那你有没有算计过我？我一开始就觉得奇怪，我在宫中无权无势，又不受宠，而你身负血海深仇，为何无故接近我？回神璧，你若想翻了这天，身边就必然要有帮手，你考虑好再回答。还真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如今你倒学会反将我一军了。现在是你更需要我。殿下，只怕我说了，你当我在讲志怪话本。说。其实我是重生而来。前世，魏兰英向先帝进谗，逼我为先帝殉葬，我母亲死因成谜，外祖家无辜落难。此生重生，一为查清母亲真相，二为扭转命运。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是可以改变这世道的人。看吧，我就是说了你也……我信。啊，这样荒唐的事，你也……魏神璧，你知不知道，你每次说谎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拨弄头发。面对魏兰英、谢云战都是如此，唯独对我一次都没有。是吗？既然你把最大的秘密告诉我，那我必当信守承诺。说吧，接下来需要我做什么？只有私通北狄的证据还不够，我还需要接近太子的尸体。那这密信要怎样才能进入这死穴？将尘沙和松脂类混着血于桑皮之上，植入魏兰英后背之膜。等她活着出现在众人面前，这份密信自会破蜡气息。魏神璧，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这朝堂之上尽是食人血肉的豺狼，若不比他们更疯，如何撕破这吃人的世道？罢了。既然你要疯，我便陪你疯到底。不过，先把东西还给我。现在我们才算是真正的盟友。好好干活，别偷懒。人
认真点儿。手里藏了什么？嬷嬷，莫不是您看错了？是吗？那让我瞧瞧。有蛇！无脑！惊扰了太子的魂灵，你们有几个脑袋够砍的？干活！你说，蛇在哪里呀？嬷嬷，对不起，许是我把竹影看错了。再有下次，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喂狗！所有准备都做好了，就等明天进入地宫，接近太子尸体。你怎么了？我娘，她总说夜里眼睛疼，以后谁给她点眼药啊？你不是自愿殉葬的？自愿？谁愿死？若不来，他们便当着我们的面打断我爹的腿。他们还说这是恩典，说我们八字贵重，能陪葬也是祖坟上冒青烟了。你们没有报官吗？没用的，上次报官的秀儿，他们把他爹娘做成了长明灯油。算了，认命吧。苍天已死，哪会给我们这种平民百姓活路？下辈子咱投个好胎吧。在这里相遇也是缘分。你们叫什么呀？我叫小丫。我叫秋红。你呢？我叫陈碧。你的名字真好听。陈碧是什么意思啊？是我娘。浮光跃金，静影沉璧。娘，你为什么根据这个取我的名字啊？因为娘希望你如沉入水底的玉璧，光浮在水面上，终有散尽之时；玉沉于暗处，光不灭，反而更灵验坚韧。什么意思啊？等你被磨出了棱角啊，自然就会懂了。我懂了。你在说什么？没什么。你们想活命吗？那明日进了地宫，看我眼色行事。姐姐，重活一世，感觉如何呀？可惜啊，最终还是要讨回棺材里。是啊，真可惜。把酒端上来。必须拖延时间，还是和上次一样的招数。你不怕我再次重生？怕？就算重生多少次，你依旧是我的手下败将，不会有第二种结局。你就这么确定？我知道你是在拖延时间，不过不会有人来救你的。放心，不会太疼的，毕竟妹妹我心疼姐姐呢。慢着，华阳公主，
妃娘娘特意嘱咐，殉葬者需神魂无损。若饮了这毒酒，没了魂魄，还怎么侍奉太子？怎么，兰英姑娘是想违逆贵妃娘娘的意思？好，很好。即使你们不喝下这毒酒，等断龙石一放，空气稀薄，你就等着被憋死。我们走。秋红，过来帮我一下。果然如此，你们帮我把这罐子里的黑色粉末全都倒出来。都愣着干什么？不想活命了？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准备炸皇陵。对，你的意思是说要炸我家祖坟？准确来说是炸你家祖坟的一部分。能不能不炸？不行，只是其他方法我都想过了。皇陵外层层把守，我根本近不了身。唯一的机会就是在皇陵里找到太子是三皇子的证据。可这会不会闹得动静太大了？就是要动静大，只有动静大才能惊动皇上，他们才不会独善其身。那炸完之后呢？即使你将真相公布于众，炸皇陵也是死罪啊。那这就要靠你了。你们找个地方躲好，我带你们出去。陛下，魏臣婢以火药炸开了太子陵寝正门，龙穴洞穿。魏臣婢，你怎么跑出来了？是你炸毁了皇陵。是。魏臣婢，你竟敢撕掉火药，炸毁龙脉，罪同弑君！来人，即刻绞杀！妈，皇陵突遭爆破，还未查明真相就要动刑，莫不是心中有苦？本宫接到密报，皇陵中暗藏太子遇害证据。魏大人此举或许
正是为查明真相。华阳公主莫要信口雌黄，太子分明就是被沈家毒杀的。毒杀？陛下，臣女找到了三皇子勾结北狄毒害太子的密信。你说什么？臣女贱命一条，可若所呈证据是真，陛下敢将天下交于戕害兄长之人手里吗？证据在哪儿？证据有2份，第一份在那儿。好你个魏晨璧，死到临头还在嘴硬！禁军听令！你敢！本宫亲率禁军在此，你若有胆弑杀皇祖，便坐实了你弑君同谋之罪。本宫请诸位当着宗亲士族之面开棺验尸，查验血书。若魏大人所言不实，本宫以死谢罪。陛下，您莫要听这些贼人妄言啊！说，证据到底在哪儿？将陈沙和松之泪混着写于桑皮之上，植入魏兰英后背之母。等他活着出现在众人面前，这份密信自会破蜡气息。3、2、看我干什么呀？好痛啊！魏晨璧，你到底施了什么妖法呀？陛下，请看他的后背。上！放开我！这一切都是魏晨璧施的妖法呀！陛下，放开我！不妨不于此时埋于中雪桥留下，经遣密使携兵破阵图相换，太子引阵王室，及本王黄袍加身。你子！父皇，儿臣没有，您不要看一面之词。陛下，这封密信是臣女守在边关的外祖家拼死劫来，上面还印有三皇子的私印，如何作假？若陛下不信，可将此密信从他皮下剖出，可验真伪。我们还抓到了北狄的奸细，可直接对证。父皇饶命！父皇饶命！儿臣只是一时糊涂，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当初你杀太子的时候，怎么没想着饶他一命？父皇不能杀儿臣，六弟只有5岁，您杀了儿臣，谁来继承皇位？母妃，你为何？是你杀了他，当初我就应该把你掐死。贵妃，你拿下！陛下，臣女还有一事要禀报。当年皇后和萧贵妃生产当日，萧贵妃以狸猫换太子。什么？臣女母亲沈昭慈是当时负责贵妃和皇后娘娘生产的医官，这份医案上清楚地记载着太子的脖颈处有个铜钱大小的胎记。在皇陵时，臣女查验过，里面的内卫脖颈处并无任何胎记，谢云战才是皇后之子。陛下，传太医！陛下，陛下！我的孩子才是太子！我的孩子才是太子！这一切值得吗？我外祖家平冤得反，势力比以往更盛。我母亲大仇得报，当然值得。
只是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未完成。你说，三皇子和太子如今已死，朝中无适龄皇子，只剩下你了。你知道，我从未想过那个位置。不是你想，而是你必须。皇帝垂危，朝堂派系倾轧，北狄虎视眈眈。若皇帝驾崩，天下必大乱。谢韶华，你忍心看到天下苍生受苦吗？回臣婢，你真是算尽了天下人心。不，我只算准了你。元和11年冬，谢氏韶华即皇帝位，改元昭明，开女子临朝之先河。机关算尽，到底还是入了你的局。不想做棋子，就要做执棋人。如今臣这枚棋子是生是死，全在陛下掌中了。如今魏兰英呢？剥皮抽筋扔入乱葬岗，永世不得超生。他穷尽一生都在证明，女子该比男子更狠，却不知真正的敌人从来不在闺阁之中。那你的敌人是？这句话应该臣问女皇才是。女皇的敌人是谁？今臣受百官朝拜时，发现那些曾经轻视女子的面孔，突然都变成了妇人模样，朕才惊觉，原来这世间并无男女之别，不过是强权在挑选顺手的当。看来陛下也看出来了，那陛下想如何做？可我不想将他们变成头，真希望那些被剥削、被践踏的人都可以站起来。权力不是目的，是手段。真正的帝王之道，是让那些被压迫的人觉醒，而非成为新的压迫者。所以朕希望天下为公。天下为公。陛下，这可不是一个小愿望。那又如何？有你这般厉害的妻子在，朕有何惧？那臣愿陪陛下赌之一局。多年后，史书载昭明之治，女子可入仕，寒门可登科，而女帝身侧始终立着一位无名谋士。烦死啦！张书记，我的儿子！我就地割鞘！这杀字的单子来了！那个笑容时候啊，这水洒的，还是在水上。我头上。哎。